有这样一部黑帮片，初看只是黑道家族间的打打杀杀，再看又有尔虞我诈的暗黑权谋，三刷则尽是对命运捉弄的无力感。它就是被誉为男人的圣经、智慧的总和，《教父》。原著自1969年出版以来，始终是美国出版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。改编的电影也在美国电影协会100年100佳影片中高居第2位。你甚至能在所有的黑帮影片中找到它的影子。之前看的时候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这个黑帮题材的作品凭什么能用伟大二字来形容？在看了一字未删的原著，了解了作者的创作背景，积累了更多生活阅历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它并不是一部讲述暴力权谋的黑帮电影，而是一个男人的成长史，一个家族的荣辱史，一段美国梦的破灭史。教父的作者马里奥·普佐是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意大利移民，小说的取材跟他的经历有着微妙的关系。经常看黑帮片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黑手党起源于意大利。20世纪初，意大利大范围的清除黑手党，这让他们觉得此地不宜久留。碰巧当时正值第3次美国移民潮，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就成了黑手党的绝佳选择。一时间，美国出现了很多国外黑帮，并且势力不断扩大。到了20世纪40年代，这些黑帮组织还成立了全美黑帮协会，由纽约的5个黑手党家族掌握着话语权。教父中科里昂家族的原型正是这5代家族中势力最强的甘比诺家族。不过普佐跟这些黑手党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作家，只是在教父前出版的书都反响平平。后来他决定迎合大众，写通俗小说，就把意大利移民中黑手党的故事写了出来。这一写让这位原本养家糊口都费劲的作家走上了人生巅峰，成为了通俗小说的教父。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权谋与斗争的黑暗时代，体会一下每个男人成长过程中都绕不开的人生智慧。1892年，一个名叫维托·安东里奥的小男孩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科里昂镇，因父亲冒犯了当地的黑手党，一家惨遭杀害，自己在亲戚的帮助下才逃到美国。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年仅9岁的孩子就是日后独霸一方的教父维托·科里昂。为了维持生计，青年维托在一家甜品店打工，虽然辛苦，但还算稳定。不过当地有个地头蛇叫范努奇，谁不给他保护费，他就让谁没饭吃。维托也因为他丢了饭碗，不得已，维托走上了偷窃的道路。可这个范努奇还是处处刁难，最终维托忍无可忍，枪杀了范努奇。这一枪不仅打碎了维托的美国梦，还打出了他在黑道中的地位。事实上，维托并不想成为黑手党，他想干个正当行业。这一点从他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老路也能看出来。但事与愿违，在一个连公平和正义都需要用暴力手段来维护的时代背景下，美国梦只不过是一场拼尽全力的扑空。维托在黑道站稳了脚步，但没有像范努奇那样搜刮底层的血汗，而是尽其所能给别人提供帮助。但维托不是圣母，他也建立了自己的规则，那就是我帮了你，日后我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帮我。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交易，但简单粗暴的契约精神比人情世故更稳固可靠。这个规则帮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，小到街坊邻居，大到政界官员，他的生意也因此越做越大，成为了一方霸主。故事到这儿其实才刚刚开始，小说和电影开场都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科里昂家族的一场婚礼，刚好体现了教父想要表达的最根本内核——家庭。这个时候，教父维托·科里昂已年届迟暮，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。老教父维托·科里昂有3个儿子1个女儿，分别是老大桑提诺、老二弗雷多、老三麦克和小女儿康妮。一场婚礼把每个家族成员的人物性格都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也暗示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归宿。老大桑提诺脾气暴躁，头脑简单，维托本想栽培他为接班人，但他始终烂泥扶不上墙。老二善良本分，但太过软弱，以至于在维托被刺杀的时候，只能像个孩子一样抱头痛哭。相比之下，老三麦克则沉着冷静，又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最终也成为了第2代教父。但其实麦克最不想成为教父接班人，甚至刻意与家族保持着距离。他不顾父亲的反对，参军打仗，在家人忙前忙后的婚礼上只顾跟女友聊天。这个时候的麦克善良正直，还有点理想主义，他只想干个正当行业，这一点跟老教父的初衷不谋而合。婚礼上不光有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和社会名流，还有些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的人，在人家大喜的日子求人家帮自己杀人。一位同为意大利移民的殡仪馆老板，女儿被流氓欺负，却得不到法官的公平裁决。这些怀揣美国梦的人，以为在这里能获得财富，生活得更好，结果连最基本的法律保护都得不到，言语间透露着讽刺。不过这点事儿在教父眼里根本就不算事儿，
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：我提供帮助，你欠我人情。但维托并不是所有忙都帮，一个毒枭由其他黑手党家族做榜，想要跟教父合作，结果就被拒绝了。于是毒枭便派人刺杀，维托身中5枪，险些丧命。毒枭一看老头子没死，于是打点了守卫在医院的警察，准备再次行刺。好在麦克及时赶到，不仅转移了父亲，还成功吓退了准备行刺的毒枭。武力不行，毒枭只好求和，只不过他们不敢让老大桑提诺出面，毕竟这家伙脾气火爆，一言不合可能就突突了他们。他们选择了相对好对付的麦克来谈判，殊不知麦克才是真正的狠角色。谈判期间，麦克根本无心听毒枭的任何一句话，拿出藏好的枪，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对方。这几枪又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老教父干掉范奇诺的身影，也预示着他终将接过父亲的衣钵，成为第2代教父。在麦克躲到西西里避风头期间，老大桑提诺因为替妹妹教训家暴的妹夫而被打成筛子，麦克自己也被保镖出卖，险些被炸死。老教父维托为了保全家族，只好妥协，同意为毒品生意提供支持，但他也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，必须让麦克安全回来。自始至终，家庭在维托心中的地位永远都是第一，这可能跟他很小就失去家人有关。但无论维托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，还是足以掌握别人命运的教父，他的家人都始终徘徊在危险边缘，无法全身而退。家族使命成了维托一生未了的心愿。他与麦克的诀别中褪去了教父的威严和气场，剩下的只有对命运力不从心的无力感。教父对家庭的聚焦，让人们摆脱了对黑帮题材的过有印象，也让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、不同圈层的所有读者都能找到共鸣。如果哪些小伙伴已经肩负起一个家庭的重担，感受会更加强烈。家庭是铠甲，也是软肋。老教父退休后，2代教父麦克正式掌舵，开始书写自己的传奇。麦克在行事风格上少了几分老教父的缄默隐忍，多了几分杀伐果断的血性，这也决定了2人最终结局的不同。对外，他正式向其他家族开战，干掉了其他几个家族的首领。书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写黑帮大战，但电影中仅仅用了几个短镜头一笔带过，跟开头近半个小时的婚礼场面相比不值一提。这也是作者朴佐认同的改动，毕竟教父表达的重点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而不是黑帮之间的打打杀杀。对内，麦克也肃清了家庭内部的奸细。前面提到老大桑提诺替妹妹出头时被连人带车打成筛子，正是由于妹夫的出卖，这跟2代教父坚持的家庭伦理观完全相悖。于是麦克平静地干掉了妹夫，甚至没有一丝愤怒和愧疚。老教父曾经教导桑提诺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准则，看来有些人永远都学不会，而有些人天生具备。虽然势力越来越大，但麦克也意识到要想避免纷争保护家庭，就必须把家族产业洗白。于是他卖掉了现有的产业，举家搬迁至拉斯维加斯，开始了酒店和赌场事业。这里还有个小插曲，当麦克提出要收购莫格林的赌场时，对方恼羞成怒，这时老二弗雷多打圆场。但事后麦克对2哥说了一句经典的话： You're my older brother, and I love you. But don't ever take sides with anyone against the family again. 很明显，麦克也继承了老教父对家人无比忠诚的责任感。你很难想象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可以蜕变成深不可测的教父。小说对麦克的2人妻子都有详细的介绍，他们似乎代表了麦克原本最纯真、最理想的一面。比如一次谈话中，麦克告诉妻子凯，他的父亲跟其他拥有权力的人一样，要对别人负责任，就像参议员或者总统。但凯告诉麦克，参议员和总统可不会杀人，天真的让麦克惊掉下巴。凯治愈麦克，就像涉世未深的麦克治愈教父维托。好在麦克丢掉了原来那份不谙世事的天真，但凯却始终坚持自己所谓的正义和纯洁，这也为之后凯以堕胎的方式背叛麦克和离开他埋下了伏笔。话说回来，其实在老教父维托心里，也不愿意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孩子踏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在维托和麦克最后一次谈话时提到，他希望麦克能够成为参议员或者州长，成为能操纵别人的幕后人物，而不是像自己一样被别人操纵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被尊称为教父的人，能决定别人生死的人，也只不过是幕后大佬的一枚棋子。言语间透露着被命运捉弄的无力和伤感。维托心里那个好好生活和保护家人的美国梦，在一句句时间不多了的叹息中彻底破灭。麦克悟出了父亲的遗憾，所以倾尽所有洗白家族产业，一方面可以摆脱被操纵的局面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家庭。可惜造化弄人，麦克越想洗白就陷得越深，越想保护家庭，家人就越危险。2哥背叛，妻子离开，
女儿被害，他越挣扎越沉沦。虽然把父亲的事业做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但也始终未能完成2代教父的终极目标。到这一步，美国梦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家族一旦破裂了，一切也就破灭了。最后，麦克坐在夕阳下，也结束了遗憾的一生。跟老教父还能有小孙子陪伴不同，这一次他又多了几分孤独。教父不仅仅是某个人、某个家庭的悲剧，还是那个特定的社会和时代的症结。而且，即便是看似无所不能的教父，也无能为力。毕竟，所有人都被一种强大的幕后力量操纵着。年少时理想主义的世界观，中年时对家庭的责任感，迟暮时对命运的力不从心，或许是每个男人成长过程中都绕不开的3个阶段。所以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年龄，从教父中得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。就像教父里的一句话：伟大的人不是生来伟大，而是在成长中变得伟大。